欢迎来到 Crypto Tricks。在视频开始之前，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不错过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We're going to make it。欢迎大家回到 Crypto Tricks。今天我们开启这个 Crypto 世界风雨创业史故事的第2期。那为大家介绍美国目前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以及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在华尔街上市的交易所 Coinbase 的创始人Brian Armstrong 的创业故事。Coinbase 的创始人 Brian Armstrong 是在1983年出生于北加州的圣何塞。那他的父母呢都是工程师。Brian 在2006年从 Rice University 莱斯大学完成了本科和硕士的学业，那学习的是计算机科学与经济学的双学位。那 Brian 在大学期间呢，还曾做过一家网站叫 universitytutor.com 来帮助学校的这个学生寻找辅导老师。那根据维基百科的记录， Brian 在刚毕业的时候便去了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并在一家教育公司工作了1年的时间。也就在这段经历的期间呢， Brian 看到了阿根廷经济的恶性通货膨胀的问题。那在 Brian 的早期职业生涯中，他先后在 IBM 和德勤咨询做过开发者和风险咨询师，但也就是在2010年，他无意间阅读了 Satoshi 写的这个比特币的白皮书，便为他后续创立 Coinbase 埋下了种子。那在2011年的时候， Brian 决定作为软件工程师加入 Airbnb， 并负责开发和支持 Airbnb 跨越190多个国家的支付系统。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呢， Brian 意识到全球的支付系统非常不一致，并且转账的系统非常复杂，并且他发现转账给拉美国家的难度竟然高得惊人。于是也就是这个时候，他开始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开始开发可以买卖和存储加密货币的软件。那在2012年的时候， Brian 参加了 YC Combinator 的创业孵化项目，并获得了15万美金的初始投资。于是 Brian 便开启了他创立 Coinbase 的路途。最初呢， Coinbase 还有另外一位联合创始人的加入，叫 Fred Ehrsam。Fred 毕业于杜克大学，并与 Brian 的教育背景相似，也同样获得的是计算机科学与经济学的双学位。那 Fred 在毕业后呢，便去了华尔街的投行，作为交易员在高盛工作。那 Brian 与 Fred 的相遇呢，来说也是比较偶然，两人是通过在这个 Reddit 论坛网站上的这个 Bitcoin subreddit 的论坛发表评论时，发现互相都对比特币的未来持有相同的看法，都坚信比特币一定会走牛。结果两人一拍即合，并在旧金山的一处公寓内开始创立 Coinbase 交易所，并在2012年的时候10月份正式上线了可支持银行转账来买卖比特币的 Coinbase 钱包交易平台。那经过多年的发展呢，到2018年时 Coinbase 的估值已达到了81亿美元。在2020年的12月份上市之后， Coinbase 的市值曾一度到850亿美金，那 Brian 的个人净值也来到了24亿美金。正如硅谷的其他成功的创业公司一样， Coinbase 的成功方式和这个成长过程中也少不了众多资本的加持。我个人平时关注的一位硅谷的前 YC 的合伙人 Gary Tan 就在2013年投资了 Coinbase 30万美金，在日后上市，这笔投资价值240亿美金，翻了8万倍。我会把 Gary 的频道放在链接中，非常推荐大家关注 Gary 并观看他的视频。在科技创业话题中，他结合自己的这个创业还有做风险投资的经验，我觉得是提供了非常好的还有深度的这些见解。下面这段节选的视频呢，是出自 Gary 的频道在 Coinbase 上市后与这个 Brian Armstrong 的一段访谈。On fraud prevention at Airbnb, I'd seen how difficult it was to move money around all these countries, both collecting money from customers and then also paying it out to the people who were listing their homes. I was thinking about it in terms of the internet, right? Like, it wouldn't make sense for each country to have their own proprietary internet, and you pay a fee when you want to load a web page from another country or something. It's like, let's all just run the world on one standard. It felt so beautiful and elegant to me. So those were some things which gave me a little bit of a hint that maybe it would work. And I knew enough computer science and enough economics that, not that I was an expert in any of it, but I was like, after I read the paper a few times, I was like, this might work. Coinbase 是一家中心化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与币安差不多。Coinbase 其实不光面向散户，并且还为企业级的机构提供服务。那对于散户投资者来说呢，用户可以使用 Coinbase App 进行加密货币的投资，同时还可以升级到 Coinbase Pro， 可以投资更高风险的项目，以及拥有更多的选项。
那 Coinbase 同时还有这个 Coinbase Wallet， 这个钱包是非托管钱包，与 MetaMask 小狐狸类似，并且支持很多加密货币的存储与转账。那用户可以用 Coinbase Wallet 这款 App 来使用 DApps 和在 DeFi 中进行投资。那对于机构投资者呢，Coinbase 有 Coinbase Prime 和 Coinbase Custody 两款产品。Coinbase Prime 是针对机构投资者做高级交易的一个应用平台，那 Coinbase Custody 呢，则是向投资机构提供合法的资产托管服务。除了对投资交易的服务呢 ，USDC 也是由 Coinbase 联合发行的稳定币，来支持用户进行 swap。同时 ，Coinbase 还发行了一款 Visa 储蓄卡，叫 Coinbase Card， 让用户可以存储加密货币，以及用这张卡对接受 Coinbase Card 和加密货币进行支付的商家付款。在 Coinbase 的布局中呢 ，Coinbase Commerce 还可以为这个商家提供加密货币的支付服务，可以让商家接受加密货币为支付货币。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Coinbase 并不是仅仅想作为一家单纯的加密货币交易所，而是完成 Brian 最初的愿景，那就是让加密货币成为可以人人使用的这种支付方式。除了 Coinbase 自身的发展与提供的服务呢 ，Coinbase Ventures 也是大力投资以及布局 Web3 中的一些项目。这其中包含几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其中一个就是做过 Coinbase 1年 CTO 的 Balaji， 另一位就是 Coinbase 的 COO Emilie Choi。Coinbase 的后续可以保持如此旺盛的这个生命力呢，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 COO Emilie Choi 的领导力。Coinbase 在近几年，这个领导层以及一些老员工都陆陆续续离开了 Coinbase， 进入了风投或者说创办新的公司。像 Brian 的合伙人 Fred 也是更加专注于增长他自己的 VC。叫 Paradigm 了，但 Emilie Choi 的并购以及他发展企业的能力之强，让 Coinbase 仍然很活跃。首先，对 Earn.com 的收购就是一笔绝佳的 deal， 花了1亿美金，其实买来了 Balaji 作为 Coinbase 的 CTO。那 Balaji 在短暂的加入呢，也给 Coinbase 指明了发展多资产战略的这么一个方向，帮助 Earn.com 集成到 Coinbase 的基建中，以及帮助发行了 USDC 的稳定币。在短短1年多的时间内呢，为 Coinbase 带来了非常大的价值。那 Coinbase Ventures 呢，是在2018年时 Emilie Choi 刚从领英辞职加入 Coinbase 后建立。那 Coinbase Ventures 作为一家风投机构，但是并没有任何一个全职员工，都是由 Coinbase 员工在工作之余与 Emilie Choi 一同做研究和投资。那资金的来源呢，是直接来自于 Coinbase， 然后投完还不会去拿这个被投公司的董事会席位，那与传统的 VC 截然不同。这种投资方式呢，在3年多的时间让 Coinbase 成功投资了150多家创业项目，其中包含 BlockFi 最火的这个 OpenSea NFT 交易所，还有 Damper Labs 等等等等，深入整个 Web3 的世界中。截至今天呢 ，Coinbase 还有1半左右的员工是在远程工作，这种工作方式也是非常的去中心化。Coinbase 无疑还在飞速的发展。重塑与冲击着现有的传统体系，我相信未来会很精彩，那让我们拭目以待。相信大家看完动画，对 Coinbase 和 Brian 的一个创业经历已经有些了解了。一路发展顺风顺水的 Coinbase， 在面临今年的美股和币圈大熊市的时候，也是疲态尽显。前几天 Coinbase 的 CEO 在推特上官宣了，面对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公司决定裁员 18%。美股第一个上市的加密货币交易所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 Coinbase 也开始支撑不住了，可见这次熊市的影响之大。Brian 解释称，是因为公司在过去2年内发展太过迅速，导致运营效率降低，并表示公司会尽力的留住核心业务，以减少对员工的一个冲击。不知道大家对 Brian 的解释买不买单呢？大家认为 Coinbase 裁员的真实目的又是啥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今年的行情真的是很艰难，我们在前面几期讨论过如何度过加密货币的熊市，也说过保住自己的现金流，尽可能的不要失业，开源节流，看中的好的项目也要等价格多次筑底确认之后才能入场。熊市是艰难的，是考验人们毅力和投资定力的时候，只有迈过去了才能看到最终的彩虹。前段时间在推特上看到了一个 thread，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这里分享给大家他是说熊市总共会经历3个阶段，而我们现在仅仅是处在第2个阶段。熊市的第1个阶段的特征一般就是这个阶段呢，价格会稍微回落，市场上还是存在着看牛和贪婪的投资者，资产价格稍有回落，但还不至于让企业做痛苦的决定，比如倒闭和裁员等。熊市的第2个阶段特征就是这个阶段看牛的人会逐渐消失，价格开始大幅度的回落，甚至会跌到 95% 以上。公司呢开始裁员，
媒体开始争相报道。之前看空的人大多数都会跳出来表示，早告诉你了，价格会跌下来的。前段时间发生的 Luna 暴雷事件呢，直接将我们的加密货币市场推入到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很多加了杠杆的人会接连爆仓，导致他们手上的优质资产被抛售，价格会下跌。价格下跌又会导致进一步的暴雷，如前段时间暴雷的 Celsius。在这个阶段，任何的反弹都会迎来一波新的抛压，我们一般称之为死猫跳。熊市的第三个阶段的特征就是，真正的熊市的底部没有那么多的反弹，行情走的是十分的无聊，只有缓慢的向下走。在这个阶段，你也许已经很想离场了，或许你最爱的主播已经断更了，公司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倒闭。第三阶段是最艰难的一个阶段。如果你管理这家公司，那请做任何事情让你的公司活下去。如果你是一个 Web3 的建设者，请不要失去信心，继续保持兴趣，寻找另外一个和你志趣相投的人，一起去建设 Web3， 一起去建设社区。如果你是一个投资人，请发展一套你自己的一个理论，去投资一个你愿意相信的人，并坚持下去。最后，大家千万不要对未来和 Web3 和未来的科技失去信心。我们是在建立一个开放的、无人监管的和科技创新的世界，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完成的，这需要最起码数十载，需要无数的人们去投入精力去建设的。好了，这就是本期给大家带来的主要内容，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念，多看我们的视频，我们会在熊市中一直陪伴着大家。最后大家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和加关注，谢谢大家。